全球有195个国家，你能想象，有些国家从头走到尾，可能只需要半小时吗？你见过一个比公园还小，却是全世界最富有的国家吗？你知道，拥有14亿信徒的精神首都，常住人口却只有800人吗？世界很大，但有些国家却小到让人好奇。今天，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全世界面积最小的10个国家。第10名，马耳他共和国，位于地中海中部，总面积316平方公里，大约是香港的1/3，处于欧洲与北非之间，距离意大利西西里岛90公里，非洲突尼斯300公里。特殊的地理位置就像横跨2大洲的桥梁，因此也被称为地中海的心脏。人口约52万，主要由3座岛屿组成，其中最大的马耳他岛占了总面积的2/3。虽然面积不大，但你知道吗？这里的历史比大多数国家都还悠久。公元前5200年，马耳他就有人类定居，比埃及金字塔还早2000年。1530年以后，为了对抗奥斯曼帝国，查理五世把马耳他交给了骑士团作为军事基地。他们不但擅长作战，还擅长建城。马耳他首都瓦莱塔就是骑士们建出来的。1980年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，整个首都就像一座活着的历史遗迹。走在铺满方石的老街上，每一眼都像踏进欧洲中世纪的缩影。其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当地独特的彩色悬窗阳台文化。一整排色彩缤纷的木造阳台挂在石墙上，是马耳他街景中最具代表性的画面之一。马耳他的主要产业是观光业，每年到这里旅游的人数是本国人口的3倍，旅游收入占 GDP 的30%，可以说是靠风景养活全国。这里一年四季阳光普照，即使在冬天也不用穿毛衣。马耳他拥有丰富的历史遗迹和绝美的天然美景，也是许多电影影集的拍摄地，比如《权力的游戏》、《侏罗纪世界》等。坐一趟公车，半天时间就能环游全岛，沿途既能欣赏古堡海景，还能打卡电影场景。第9名，马尔代夫，位于印度洋，距离印度只有700公里，由26组环礁和约1190座珊瑚岛组成，陆地面积不到300平方公里，人口约52万，整个国家像是一串漂浮在海上的珍珠。海拔平均只有 1.5 公尺，是全世界海拔最低的国家。马尔代夫曾是重要的海上贸易驿站，直到1970年才开始发展观光业，凭借着占全球约 5% 的珊瑚礁资源，搭配着清澈见底的海水，让它很快成为世界级度假胜地。旅游收入更是常年占据 GDP 的1/4以上。作为知名的蜜月胜地，奢华与浪漫早已成为马尔代夫的代名词。每晚价值万元的水上屋，打开房门就能纵身跃入世界顶级的海底景观，绝美的住宿体验与无敌海景，构成了马尔代夫最亮眼的招牌。然而，此刻享受的美好时光，也许是这片海岛的倒计时。受气候变迁影响，海平面不断上升，让马尔代夫成为了最可能消失的国家。联合国报告显示，到2100年，马尔代夫 80% 的国土将面临被海水淹没的危险。为应对沉没危机，当地政府已开始寻求解决方案，甚至考虑迁都或在其他国家购买土地，用于安置全国民众。如今的每一次到访，都有可能是与马尔代夫最后的合影。也许下一次还没踏上这片土地，它早已消失在海平面之下。第8名，圣基茨和尼维斯，位于加勒比海东部，由2座岛屿组成，总面积261平方公里，是西半球面积最小的国家，人口约 5.3 万。这里曾是英法激烈争夺的殖民热土，至今仍保留着大量殖民时期的建筑和历史遗迹。其中最负盛名的，便是历时100年修建而成的布里姆斯通山堡垒，如今它已被联合国列为世界文化遗产。1983年，圣基茨与尼维斯正式脱离英国，和平组建成独立国家，
是加勒比地区少数通过谈判实现独立的国家之一。虽然已经独立，但依旧承认英国君主为国家元首。经济方面，除了观光之外，这个小国还有一项全球知名的特产——护照。圣克里斯多福是全球最早实施投资入籍计划的国家之一。从1984年起，只要你有钱，就可以透过投资换取国籍，成为合法公民，并享有对超过150个国家免签待遇，也因此被称为买护照的天堂。第7名，马绍尔群岛，位于太平洋中部，坐落在夏威夷与澳洲之间，属于密克罗尼西亚群岛的一部分，由29个环礁与5座孤立的珊瑚岛组成，面积只有181平方公里，却拥有超过200万平方公里的专属经济海域，是陆地面积的上万倍，人口约 5.8 万人。马绍尔群岛曾是美国的托管地，二战后美军在这里进行核武试验，引爆了67颗核弹，其中最可怕的是比基尼环礁核爆，威力是广岛原子弹的1000倍。这场核灾的后遗症至今部分地区仍残留辐射，影响着当地居民的健康与土地安全。直到1986年，马绍尔群岛与美国签署自由联合协定，正式成为主权国家。协定中也包含一项特殊条款，马绍尔人民可免签进入美国工作与定居。因此，不少居民选择搬到夏威夷或阿肯色州，寻求更稳定、安全的生活。如今的马绍尔群岛以潜水圣地闻名全球，其中比基尼环礁因核试验留下的沉船遗迹，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探险潜水员前来朝圣。不过，马绍尔群岛同样正面临海平面上升的危机，许多岛屿的地势离海面不到1公尺高，只要海水再涨一点，整座国家就可能被海洋吞没。联合国早已将它列为最有可能因气候变迁而灭国的国家之一。第6名，列支敦士登，位于瑞士与奥地利之间，国土面积160平方公里，是全球少数的双重内陆国之一，也就是被2个没有出海口的国家包围。全国人口约4万多人，没有机场海港，也没有常备军队，但却是欧洲最富裕的国家之一。这里拥有高度工业化的经济体系，主要出口精密器械和电子元件，同时也以全球知名的金融服务闻名。过去因为低税率政策被称为避税天堂，如今正积极转型，提升金融的透明度。旅游观光虽然不是强项，但列支敦士登有着壮丽的阿尔卑斯山景，以及一座建在山上的中世纪城堡，至今仍是王室的住所。列支敦士登实行立宪君主制，由王室与议会共同治理国家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里的女性直到1984年才获得投票权，是整个欧洲最后一个实现女性普选的国家。第5名，圣马力诺，被整个意大利包围，面积只有61平方公里，人口约3万，是全世界现存最古老的共和国。公元301年，一位名叫马里努斯的基督教石匠，为躲避罗马皇帝的宗教迫害，逃进意大利中部的蒂塔诺山，在那里建立了一个隐士小村。没想到圣马力诺自此保持独立，并在西元1243年开始实行双元首制度，由2位执政官共同治理国家，而且每6个月就要换一次人。整个国家就像一座建在山丘上的中世纪城市，其中最有名的地标就是蒂塔诺山上的3座塔楼，曾经是防御工事，如今成为了圣马力诺的象征，也被印在他们的国旗与硬币上。虽然国土狭小，人口不多，却拥有自己的军队邮政系统，还能发行专属的邮票与纪念币，深受收藏家喜爱，甚至被誉为集邮天堂之一。可以说这是一个小而完整的国家。第4名，图瓦卢，位于南太平洋中部，距离斐济以北约1100公里，由9个主要岛屿组成，其中8个有人居住。图瓦卢在当地语言的意思是8个站在一起的岛屿，正因为历史上只有8个岛屿曾有人类定居。国土面积26平方公里，人口约1万人，
平均海拔只有2公尺，最高点也不过 4.6 公尺，是世界上海拔第2低的国家。图瓦卢经济规模小，资源也相当匮乏，主要依赖渔业外援、国际捐款以及出售顶级网域名称所得的收入。图瓦卢是全球最受海平面上升威胁的国家之一。过去30年，海平面已上升约15公分，速度为全球平均的 1.5 倍。根据预测，到2100年，首都富纳富提约 95% 的土地将被海水淹没，可能成为全球第一个因气候变迁而无法居住的国家。为应对这项危机，图瓦卢政府在2022年宣布建立数位国家，将政府机构、文化资产和历史资料搬到云端。2023年，图瓦卢与澳大利亚签署协议，澳大利亚承诺每年接纳最多280名图瓦卢居民，并提供气候变迁适应援助。第3名，瑙鲁，位于太平洋中部，距离澳大利亚3000公里，人口约1万人，面积21平方公里。这座隆起的珊瑚礁岛中央有个称为 Topside 的高地，过去这里覆盖着大量的磷酸盐矿床。瑙鲁曾是海鸟迁徙的重要中继站，成千上万的海鸟世代在此筑巢，它们留下的粪便含有丰富的磷酸盐，经过长时间与珊瑚石灰岩结合，形成高浓度的矿床。1906年，英国和德国殖民政府开始大规模开采磷酸盐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，开采权交由英国、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共同成立的英国磷酸盐委员会接管。直到1970年代，瑙鲁独立，国营的磷酸盐公司接手经营。短短几年内，磷酸盐出口让瑙鲁一度成为全球人均 GDP 最高的国家。然而，过度的开采让岛上 80% 以上土地被破坏，留下锯齿状的石灰岩荒地，无法耕种也无法建设。矿业活动也造成了地下水遭重金属污染，危害居民健康。沿海的海洋生态也受到破坏，约 40% 的海洋生物因污染消失。加上政府投资失利，这个曾经富得流油的小国迅速走向经济崩溃。如今的瑙鲁地处偏远，基础设施落后，也成为世界上最少人造访的国家之一。第2名，摩纳哥，位于地中海沿岸，紧邻法国南部和意大利边界。虽然全国面积只有 2.1 平方公里，但摩纳哥透过填海造陆，开发出了更多高架地段，像是近年打造的海之延伸区。目前人口接近4万人。1297年，格里马尔迪家族夺取摩纳哥，开始长达700年的统治，至今仍掌握实权。1911年，摩纳哥颁布首部宪法，实行君主立宪制，但亲王仍保有大量权力。摩纳哥经济高度发达，以旅游、博彩、银行和高附加值的无污染工业为主，是全球人均 GDP 最高的国家之一。早在1869年，摩纳哥就开始对本国居民免征个人所得税，吸引了大量富豪定居，也带动金融与资产管理业迅速成长。不过别误会，这里并不是洗钱天堂。摩纳哥拥有欧盟认可的反洗钱制度，金融监管十分严格。如今的摩纳哥不仅房价位居全球之首，还拥有免费教育、全民健保与极低犯罪率，成为世界富豪最青睐的居住地之一。第1名，梵蒂冈，世界上最小的国家，面积只有 0.44 平方公里，人口不到800人。它就藏身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市中心，被称作梵蒂冈高地。与我们熟知的国家不同，梵蒂冈的诞生方式也十分特殊。1929年，天主教教廷与意大利政府签署了拉特兰条约，正式确立梵蒂冈为独立的主权国家，由天主教最高领袖教宗担任元首，实行政教合一制度。这里没有总统，也没有国会，从国政决策到人事任命，甚至连邮票的设计，最终都由教宗决定。梵蒂冈的经济模式也与众不同，境内没有工厂，也不向人民征税。它的收入来自观光收入、教友捐款，
以及掌管庞大资产的梵蒂冈银行。然而，梵蒂冈真正强大的地方并非财富，而在它巨大的宗教影响力。作为全球超过14亿天主教徒的精神首都，梵蒂冈每年吸引数百万名信徒和游客前来，只为一睹教宗风采，朝圣全球最大、最神圣的天主教建筑圣彼得大教堂。这座教堂由米开朗基罗等大师共同设计打造，整个建筑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。除了教宗与教堂，梵蒂冈还有一支极具特色的军队——瑞士禁卫队，负责保护教宗与教廷。这支部队已经有500多年历史，想加入条件非常严格，必须是未婚、天主教信仰、完成过瑞士军事训练的瑞士男子。他们身穿鲜艳的传统制服，早已成为梵蒂冈街头一道独特的风景线。在现代国家体系里，梵蒂冈像一个奇迹，它的面积小得离谱，却拥有撼动世界的影响力。不是来自疆界或军事，而是来自人们内心那份虔诚的信仰。这就是梵蒂冈的魅力所在。